一艘萬噸大艦在自己家的演習場上被一艘潛艦按在海底摩擦的故事。這艘船叫遵義艦，舷號107-055型飛彈驅逐艦，滿載排水量12000公噸，112個垂直發射單元。2022年底才服役，是解放軍海軍现役噸位最大、火力最猛的水面艦。它一點都不弱，它是航艦編隊的護衛核心，是對岸走向遠海的門面，是把資源克到頂、裝備欄塞到滿出來的那一艘。可為什麼偏偏在一場沒有預先劇本的對抗演習裡，這艘氪金大艦連對手的影子都還沒摸到，就先被判定擊沉了？更離譜的是，這件事不是台灣國防部說的，不是美國智庫的兵推說的，也不是哪個匿名人士半夜爆的料，是中國中央電視台自己拍、自己剪、自己配音樂，在2026年8月1日晚上播出的紀錄片《制勝》第3集。那一集的名字還取得特別威風，叫挺進深藍。結果節目裡，遵義艦的艦長張美玉把話講死了，防空反潛守不住，前出打擊就是送死。所以這艘塞滿飛彈的氪金大艦到底在怕什麼？水下那個東西憑什麼這麼囂張？而最可怕的是，這句話為什麼會是他們自己講出口的？所以今天我們不推演，也不喊口號，我們只做一件事，把对方自己交出來的那份檢討一行一行往下拆。這份檢討是他們自己寫的、自己念的、自己播出去的，含金量跟外人做的評估根本不在同一個等級。往下拆，你會看見一條全世界海軍都認但沒有一個人喜歡的殘忍算式，還有台灣手上那張牌到底值多少錢。檢討的第一行先講出處，為什麼出處這麼重要？台灣講對岸水面艦的弱點，人家可以回你一句自我安慰。美國智庫做兵推說航艦編隊在第一島鏈裡撐不了幾天，人家可以回你一句那是華府在替軍工複合體要預算。這些反駁在辯論場上通通成立，因為講話的人跟結論之間有利害關係，誰都可以吹自己，但有誰會沒事替對手做宣傳？這一次不一樣，講話的是那艘氪金大艦的現任艦長，他的職業生涯、部隊考評、手下官兵的士氣全部綁在這艘船上。一個艦長在鏡頭前說我的防空反潛守不住，前出就是送死，這對他個人有什麼好處？零好處。那這段話還是播出來了，代表什麼？代表兩件事。第一，解放軍海軍內部確實把它當成要正視的問題，不是隨口說說。第二件事更值得玩味，他們選擇公開而不是藏起来。為什麼要公開？官媒放這種東西通常有內部目的，可能是替裝備更新爭預算，可能是秀實戰化訓練的成績，也可能是想表演一句我們敢自曝短處，所以我們是認真的。這些都只是合理推測，公開資料給不出答案，但不管動機是什麼，這份檢討已經蓋過官方鋼印了。這還不夠嗎？情報分析有一條老掉牙的常識，一支軍隊願意公開承認的短處通常是真的，而且往往比他承認的還要再嚴重一點。所以檢討的第一行可以先畫起來，題目是真的，出題的人是對方自己。這種考卷你敢不看嗎？那接下來的問題就很自然了，反潛到底難在哪裡？難道讓一艘滿配大艦的艦長講出這種話？要把這件事講明白，得先講海水。你以為海水只是水嗎？空中作戰的世界是新手村，清爽的不得了。雷達波在空氣裡幾乎走直線，一部好的相位陣列雷達可以在幾百公里外抓到目標，鎖定、追蹤、分配火力，整套流程都有標準答案。防空當然難，但它難在反應時間，不難在你根本不知道對方在哪裡。那水下呢？水下是完全另一個副本，而且是隱藏副本。開图鍵還握在对方手上，電磁波在海水裡衰減得極快，雷達一下水就等於瞎了。唯一能傳遠的只剩聲音，所以反潛的一切都建立在聲納上。問題來了，聲音在海水裡走的路偏偏不是直線，為什麼？聲音在海水中的速度受3個東西影響：溫度、鹽度、壓力。水溫每上升1度，聲速大約增加每秒3公尺；深度每增加10公尺，壓力上升，聲速大約增加每秒 0.17 公尺。而這3個參數在垂直方向上根本不是平均分布的，這會出什麼事？海洋表層被太陽曬熱，溫度高，往下走到某個深度，溫度會在很短的距離裡急劇掉下去，這一層叫溫躍層。再往下溫度就穩了，換壓力接手當主角，聲速又開始隨深度慢慢爬回来。所以聲速是一條什麼形狀的線？先詳後升，而聲波有一個非常欠揍的物理性質，
它會往聲速比較慢的方向彎，表層發出去的聲音穿過溫樂層被往下折，折到深處，聲速回升，又被往上折回来。然後呢？結果就是聲波不是均匀鋪滿整片海，而是走出一條條彎彎曲曲的路，中間留下大片聲音根本走不進去的區域。這種區域叫聲隱區。講白話一點，這就是大自然免費發給潛艦的隱身外掛，不用氪金，不用練等，一出生就內建。一艘潛艦如果坐進溫樂層底下的聲隱區，水面艦的艦殼聲呐對着它拼命打，聲波就是彎過去了，收不到有用的回音。這不是裝備爛，這是物理。世界上最貴的聲呐也違反不了折射定律，你要找誰申訴？而這套隱身外掛還不止一層，彎下去的聲波在深處被折回水面，會在距離音源幾十里的地方重新聚攏，形成一圈環狀區域，聲音在那裡特別清楚，這叫匯聚區。聽起來是好消息吧？不是，公開的軍事資料指出，每一圈匯聚區的寬度大概只有5到6里，所以又被叫做窄圈。一艘用28節航速衝過去的潛艦，8到9分鐘就穿過去了。你等於隔着一道門縫看外面，目標從縫前跑過的那幾分鐘聽得到，其餘時間什麼都沒有。這也叫搜索嗎？大約1500公尺深的地方，還有一層聲能衰減最小的水層，聲音在裡面可以傳得非常遠。長城水下監聽設備多半就布在那個深度，聽起來對搜潛有利。同樣的道理，潛艦也知道那層在哪裡，它可以選擇不進去。你說氣不氣人？背景噪音是另一個關卡，海裡從來就不安靜，浪、雨、洋流、商船、海洋生物全都在制造聲音。台灣海峽跟東海這種大陸棚潛水區更糟，海底地形不規則，沉船、養殖設施、密集航線，把整片海熬成一鍋雜訊湯，在雜訊湯裡撈針，撈得到嗎？而且對手還一直往自己身上疊隱身裝，柴電潛艦艦殼外面貼消音瓦，既吸掉打過來的主動聲呐聲波，也把艦內噪音壓住。主機、發電機、泵浦不直接鎖在艦體上，而是整組架在浮筏上，電減振作，震動傳不到艦殼。螺旋槳做成多葉片大側斜的形狀，壓低空時氣泡爆裂的聲音。這等於把天生的隱身外掛一路刻成滿等神裝。當它關掉柴油機，只靠電池用幾節的速度慢慢爬的時候，輻射噪音可以低到接近海洋背景音的水準。這時候被動聲呐要抓的不是一個聲音，是一整鍋雜訊湯裡一個非常細微的異常。這種東西你怎麼抓？還有一層噪音是自己制造的。軍艦本身就是全海最吵的東西之一，主機、他葉、水流打在艦體上的聲音全部灌回自己的聲呐，航速愈快，自噪音愈大。公開的軍事分析普遍認為，水面艦航速超過20節以後，聲呐就很難有效工作了。這個參數等一下會回來咬人，記住了嗎？主動聲呐跟被動聲呐的兩難也要講。主動聲呐自己發射聲波等回音，好處是能算出距離跟方位，缺點非常致命。你一開機，方圓很大一片海裡的每一艘潛艦都立刻知道你在哪兒，你是什麼艦，你正在找它。這是找人還是自爆？這就像在暗房裡開手電筒，你照得到的範圍有限，但誰都看得見你。所以真正的作戰環境裡，氪金大艦也不敢隨便開主動聲呐。那用被動聲呐呢？只聽不發，自己不暴露，但它測不出距離，只能給你一個方位角。方位角能開火嗎？要把方位變成位置，本艦必須自己移動，做好幾次測向，再交會計算，動輒幾十分鐘。而潛艦在這幾十分鐘裡當然也在動，所以水面艦的處境就是這樣，開燈會死，不開燈看不見。這什麼系統 bug 級別的設定？還有一組數字最能說明這件事有多不對等。現代重型魚雷的射程可以到幾十公里，而在複雜水文條件下，水面艦對一艘刻意靜音的柴電潛艦有效偵測距離可能只剩幾里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兩個數字擺在一起就是一句話，潛艦可以在你完全不知道它存在的距離上開火。很多時候，水面艦聽到的第一個異常已經是魚雷推進器的聲音，不是潛艦本身。到那個時候還能做什麼？規避，放右標，然後禱告，時間以秒計算。檢討拆到這裡，第二行已經很清楚了，反潛不是裝備問題，是物理問題。那對付這種物理問題，一支艦隊要付出什麼？答案是一整套東西，缺一項都會漏。我們給它取個名字，叫反潛全家桶。這個桶裡總共有7格，一格一格打開，順便看看每一格的賬單有多長。第一格，拖曳陣列聲呐。
把一串水下聽音器用長纜拖在艦尾很遠的地方，離開本艦的噪音源，還可以調整入水深度，穿過溫躍層去聽底下。這是目前最有效的被動搜潛手段之一。代價呢？那條纜很長，放得下去還要收得回來，拖着它本艦機動就被綁死，航速要壓低，急轉彎會讓纜線纏繞，裝了它你就換來一艘跑不快也轉不利落的軍艦，划算嗎？第二個，艦載反潛直升機，它可以飛到離本艦幾十里外，用吊放式聲納把感測器直接放進水裡，換個位置再放一次，等於幫艦隊長出一隻能到處摸的手。但它有滞空時間，油燒完就得回來，落艦加油再起飛，中間全是空窗。空窗期前艦會乖乖等你嗎？而且它的能力跟機體大小直接綁定。陸媒與軍事自媒體事後就點名，055型過去搭載的是上一代的直9型小型反潛直升機，平台小，滯空短，甚至沒辦法同時掛上偵測裝備跟魚雷，一架找一架打，等他們瞧好交接，前艦早就溜了。新一代的直20F 型性能好很多，公開資料顯示2022年4月就已經被拍到從055型上起飛，反潛半徑推進到200公里，但換裝是一個過程，不是一個開關。第三格，岸基與艦隊外圍的大型反潛巡邏機，這一格投資最重，效果也最廣。對岸的高新6號反潛巡邏機，公開資料顯示2015年開始量產，2023年前後已經在海軍形成戰力，機重約60噸，最大航程超過4000公里，滯空可達12小時，最多可以帶100枚聲納浮標。這一格必須講清楚，對岸並沒有坐在原地掛機等我們。第四格，消耗品，也就是全家桶裡永遠最先見底的那一個。聲納浮標是一次性的東西，丟下去，工作幾十分鐘到幾小時，電池耗盡就沉進海底。一趟認真的巡邏丟上百枚是常態，要在一片海域維持連續的水下監視，一場仗要丟掉幾千枚。反潛魚雷跟反潛火箭也一樣，每一次可疑接觸都可能要投射，而從雜訊湯裡撈起來的接觸，絕大多數根本不是潛艦，可能是一群魚，一道溫度封面，一艘沉船的殘骸。打還是不打？這個決定要在幾十秒內做完，打了浪費彈藥還暴露自己，不打可能就是全艦的命。這個鈕你敢按嗎？第五格，甲板空間，一艘驅逐艦通常只有1到2個機庫，要維持空中反潛的連續覆蓋，理論上得一架在空中，一架在整備，一架在維修，單艦撐不起來。而這些直升機還被防空警戒、水面搜索、人員後送搶着用，反潛不是唯一的任務，只是最吃資源的那一個。第六格，把上面全部串起來的資料鏈，艦殼聲納、拖曳聲納、吊放聲納、聲納浮標、岸基巡邏機，收到的都只是碎片，要把不同時間、不同深度的接觸融合成一條可信的航跡，需要及時的資料鏈，更需要作戰中心裡真的有人看得懂這些碎片，錢買得到默契嗎？第七格，也是最貴的一個，時間跟隊形。反潛不是一個動作，是一種狀態，編隊得維持特定的隊形、航速跟迂回路線，之字形機動，隨機變速，不定時改變航向，全都是為了讓對方算不出你的未來位置。而每一次迂回都在燒油、拉長航程、推遲抵達時間，這些油錢誰出？還記得剛才那個買好的回馬槍嗎？航速超過20節，聲納就很難工作，想跑快你就是瞎的，想看清楚你就得慢下来。這個矛盾沒辦法用錢解決。有媒體與軍事自媒體推論，那艘氪金大艦踩到的正是這個坑。當時它高速機動，艦殼聲納被自己的噪音蓋住，拖曳聲納因為航速太快放不下去，前艦抓住這個空檔搶占了攻擊陣位。這一段是媒體推論，不是節目裡的原話。公開資料能確認的只到擊沉判定這一層，再往下要打折扣。反潛全家桶7格開完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：要艦、要機、要人、要訓練、要彈藥、要資料鏈，缺一格就漏。所以一支海軍的反潛能力通常是他最後才練成的科目，裝備可以3年造出來，判斷力不行。好，現在讓你登入這場遊戲，3選其一。A 是那艘塞滿飛彈、噸位破萬、開到哪裡都被拍照的氪金大艦， B 是一架掛滿浮標、滯空12小時在外圍兜圈子的大型反潛巡邏機， C 是一艘關掉柴油機，靠電池慢慢爬，艙裡悶熱的要命，還得定期浮上來喘一口氣的柴電潛艦。你選誰？想都不用想吧，傻子才選 C。
沒人這麼找虐。然而現實卻證明，讓 A 整夜睡不着 ，B 天天加班的，就是這個沒人要選的 C。到這裡，這份檢討真正的核心才要翻開，因為前面講的所有防禦成本都建立在一個假設上，就是潛艦會攻擊你。可是它需要嗎？不需要。潛艦最狠的地方，恰恰是它逼你把整桶反潛全家桶端上桌，自己卻一發都不用開。一艘潛艦只要被認為可能在某片海域，對方的整套行為就必須改變。航線要繞開可疑區域，航速要壓到聲納能工作的範圍，隊形要拉開，直升機要提前起飛，船團要等護航兵力就位才能出發。這些改變全部是真金白銀，而那艘潛艦一枚魚雷都還沒射，甚至可能根本不在那裡。說到錢，公開資料顯示055型單艦約60億人民幣，而國際市場上一艘現代柴電潛艦大約2億到6億美元，一艘氪金大艦換對方10幾艘，這筆賬誰划算？所以它到底是什麼東西？它不是刺客，它是收租的。從這一刻起，我們給它一個正式的名字：水下收租怪。它不打你，它只是坐在那裡，讓你每天固定繳一筆保護費，繳的是油料、飛行時數、彈藥、隊形、時間表，還有指揮官的睡眠。這裡面藏着反潛作戰最殘忍的一條數學。要證明某片海域裡有潛艦，理論上一次確認接觸就夠了，但要證明某片海域裡沒有潛艦呢，你必須把整片海從表面掃到海底，還要在潛艦移動速度容許的時間窗內掃完，還要扣掉聲影區、匯聚區、溫躍層這一整套隱身外掛送你的死角，掃得完嗎？掃不完。這個任務的成本在數學上趨近無限，因為它永遠沒有完成的一刻。你掃完的下一秒，那片海又變回不確定了。這種工作什麼時候才算做完？所以兩邊的算式根本不對等。收租怪只要做到一件事，讓對方無法證明他不在，成本就是一艘船的燃油跟艦員的耐心。而防守方要應付這個不確定性，得把整桶反潛全家桶端出來，賠上整支艦隊的隊形、航速、彈藥、飛行時數跟時間表，1比100的交換比，一發都不用開就已經發生了。把這條算式套进台海会更具體。任何一場跨海的大規模行動，最脆弱的從來不是軍艦，是船團。運兵船、滾裝船、補給船，又慢又大又不能閃，而且一定要走可預測的路線，因為他們有明確的目的地跟時間表。這正是收租怪最喜歡的獵物。你說船团怕不怕？只要水下有不確定性存在，船团的出發時間、集結地點、航線、抵達時窗全部要重算，而且每一項都會往保守走。保守就是慢，慢就是暴露在其他威脅下的時間變長，而這一連串連鎖反應的起點，只是對方沒辦法確定海裡到底有沒有東西。誇不誇張？戰史上有一個乾淨的不能再乾淨的例子。1982年福克蘭戰爭5月2日下午，英國核潛艦征服者號發射2枚魚雷，擊沉了阿根廷的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巡洋艦，323人陣亡。這一擊之後，阿根廷整支水面艦隊，包括5月25日號航艦，就退回港內，整場戰爭再也沒扮演過關鍵角色。一艘潛艦一次攻擊，讓一整支海軍集體下線打醬油。但同一場戰爭的另外半個故事更能說明問題，而且更好笑。阿根廷派出了一艘德制的209型柴電潛艦聖路易斯號，排水量大約1200噸，艦員36人，艦長叫阿茲奎塔。戰績如何？慘不忍睹。這艘船的火控系統是壞的，導線屢屢斷裂，艦員經驗也不足。他從4月上旬出海，整趟巡弋約36天，做了幾次攻擊嘗試，包括5月1日對2艘英國巡防艦那一次，沒有一次取得確認戰果。從戰績表上看，這是一趟徹底翻車、零殺零助攻的作戰。那英國人付出了什麼？西方公開戰史記載，皇家海軍追獵聖路易斯號的過程中，累計投放的反潛彈藥超過200枚。光是5月1日那一場接觸，英軍就用深水炸彈跟魚雷追了將近20小時，其中至少30枚深水炸彈。結果呢？聖路易斯號坐沉海底，保持靜默，靠着淺海地形這層天然隱身外掛全身而退，一路撐到戰爭結束，一根汗毛都沒少。一艘火控壞掉，什麼都沒擊沉的老柴電潛艦，讓當時世界排名前段的海軍燒掉200多枚反潛彈藥跟無數飛行時數，還讓整支特潛艦隊的節奏被迫重排。租金照收，一發沒中，這就是不對稱3個字在水下的真實長相。進攻方不必贏，
只要讓對方無法證明他不在，賬單就自動開始計費。這就是那份檢討沒有明寫，但每一個字都指向的答案。好，現在把這條線拉回台灣，我們手上到底有沒有這隻收租怪？先講最難看的一段，台灣現在真正能出海作戰的潛艦只有2艘，海龍軍艦1987年成軍，海虎軍艦1988年服役，都是荷蘭造的劍龍級，建齡快40年。另外還有海獅、海豹2艘，是第2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建造的茄比級，1973年移交台灣，是全世界服役最久的现役潛艦。這2艘老船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基本上就不出海了，主要拿來當反潛訓練的火把，我們姑且叫他們火把阿公。全世界最老的潛艦，任務是讓自己人練習怎麼抓潛艦，這是多麼卑微的存在。換句話說，40年來台灣潛艦部隊的日常就是2艘劍龍級輪班硬撐，旁邊站着2位火把阿公當教具。要拿這種陣容去當收租怪，租金能收到誰？所以海鯤軍艦的意義就很清楚了，這是台灣40年來第一次重開這個副本，而且是自己造船自己開圖。時程是這樣的：2020年11月動工，2023年9月28日下水命名，2025年6月中旬開始海上測試，2026年1月29日首次潛航測試，隔天1月30日繼續潛水潛航，2026年5月上旬完成操雷射擊測試，驗證了魚雷管跟作戰系統的發射能力。進入2026年7月，海測密度明顯拉高，7月23日、27日、29日、30日，1周之內出海4次，那一周的最後一趟已經是第20次海上測試。外界一度傳出8月底、9月初交艦，但國防部長顧立雄7月20日在立法院否認有這個期程，強調品質優先，不設時間表。台船董事長陳正宏也說，下半年交艦目標不變，力拼年底交艦。這裡有一段不好看的一定要講，原定交艦期限已經跳票，海軍證實從2025年11月起對台船按日計罰，每天19萬元，到交艦時再從尾款裡扣。而且就算海測全部達標，操作手冊這類文件還要時間定稿，不是測完就能交船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海鯤軍艦水下排水量在2500到3000公噸這個級距，長約70公尺，設計潛航深度350到420公尺，編制60多人，配置6具21寸魚雷管，可以使用美國軍售的重型魚雷跟潛射反艦飛彈。錢的部分要分2層看，原型艦階段的總預算是493億6千萬元，真正花在造船上的直接建造成本約256億元。2個數字都是真的，只是算的範圍不同。看到版本打架，不用覺得誰在騙人。後續艦的計劃已經定案，7艘，總預算2840億元，執行期從2025年到2038年，分3批建造，第1批2艘，第2批3艘，第3批2艘。整個計劃大概要14年，預算高峰落在2031年，那一年單年就要編321億元。這筆錢到位了嗎？沒有。2026年度編列的119億5千萬元被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提案全數凍結，理由是原型艦連基本海測都還沒通過，最怕把原型艦的錯誤一併複製到後續艦。顧立雄的回應是希望比照前一年做法，通過海測就可以動支，等於整個後續艦計劃的節奏現在全掛在原型艦的海測結果上。海測不是一件事，是一長串關卡，浮航測試、驗動力、操舵、通信。潛航測試要一階一階往下壓，先淺再深，每個深度都要確認耐壓殼變形量，管路閥件有沒有滲漏，緊急上浮程序有沒有效。之後還有噪音、聲納、武器跟長時間耐航測試。目前尚未完成的關鍵科目是深水潛航跟跨夜耐航。任何一關數據不符規範，就得回港檢修再出海一次。外面看到的只是又出海一趟，實際上每趟驗的東西都不一樣，急不得。因為潛艦是全世界唯一一種故障了不能靠邊停的載具，人的問題更硬，而且不是錢能立刻解決的。聲納士官要能從那一鍋雜訊湯裡分辨出接觸，作戰系統操作手要能在幾秒內算出解算，艦長要有在真實水文條件下做判斷的資歷，這些全部要用海上時數堆出來，堆不了快。40年來，台灣只有2艘可用的艦，火把阿公又不出海，能累積的時數就是這麼多。陳正宏在公開場合轉述過美方評估，台灣若要建立現代化潛艦部隊，數量需求至少12艘以上。他也提到，各國規劃潛艦部隊
多以任務件數量的3倍來算，因為有些在任務，有些在訓練，有些在維修，而台灣周邊至少需要3到4個伏擊區。他還舉了日本22艘、韓國20艘當對照，這個數字如果當成目標，人的問題會比船更早爆出來。講到這裡，必須把另一面攤開，潛艦不是萬靈丹，把水下收租怪講成無敵，那是騙人的。第一，柴電潛艦要充電，它靠電池在水下航行，電用完必須上浮或者升起呼吸管跑柴油機，這是它一天當中最脆弱的時刻。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就公開質疑過，他認為常規動力潛艦必須定期上浮充電，在無人機大量部署、天空布滿熱像與合成孔徑雷達的環境下，很可能被壓制。他說的有沒有道理？有。李喜明也直接批評潛艦國造的系統整合風險很高，並且說原型艦預算接近500億元，同樣的錢拿去造微型飛彈突擊艇，可以部署在200多個港口，價格比是1:100。他主張潛艦應該當成戰略工具，不是戰術武器。這些話出自曾經的最高軍職者，分量擺在那裡。當然，潛艦相關人士也公開反駁過，說這是理式數學，原型艦預算包含設計與技術移轉，會攤到後續艦，不能當成單艘造價。兩邊都在公開場合講過，我們照實擺着，不替任何一邊減偏。第二，水深是雙面刃，台灣海峽平均水深大約只有60公尺，海底平坦多灘，潛水對潛艦有好處，背景噪音大，海床雜亂。那鍋雜訊湯本身就是一層隱身外掛，聖路易斯號當年靠的就是這種環境。但潛水也有壞處，能下潛的空間有限，一旦被咬住就沒有垂直閃避餘裕，而且潛水非常適合布雷。那收租怪要去哪裡開店？去東邊跟南邊，真正適合柴電潛艦的是台灣東部外海跟巴士海峽。巴士海峽水深普遍在2000到5000公尺之間，最深處達5126公尺，平均寬度約185公里，加上黑潮強勁分流與複雜海底地形，水下流速變化不定，極易隱藏。所以海鯤這一集的價值不在海峽中線，在東部與南部的深水通道。第三，數量。潛艦這種東西數量少到某個程度以下，就沒辦法維持連續在位。一艘船要保養，要訓練，要輪休，能同時在海上的比例通常只有1/3。2艘老艦加1艘新艦，再算上2位下不了海的火把阿公，也撐不起持續下阻。要讓對方永遠沒辦法確定水下有沒有收租怪，你需要的是一個艦隊，不是幾艘樣品。第四，對手在補課，而且補得很兇。對岸那一桶反潛全家桶正在一格一格補齊，高新6號已經形成戰力，直 20F 型正在換裝，水面艦的拖曳聲納在普及。這次演習被公開，很可能正是補課過程的一部分。今天檢討上寫的短板，5年後不見得還在那裡。台灣如果把這段節目解讀成對岸不行，那就完全誤讀了這份檢討。第五，港口本身就是弱點，潛艦再安靜，停在碼頭的時候就是不會動的目標。而台灣的軍港位置公開，數量有限，離對岸飛彈射程很近。一支潛艦部隊最怕的不是在海上被找到，是還沒出海就被壓在港內，船還沒離開碼頭就沒了。性能再好又有什麼用？第六，也是最現實的一點，一樣的船，訓練精實跟訓練不足的艦員，戰力可以差好幾倍。聖路易斯號活下來靠的是海底地形跟運氣，幾次攻擊失手也是因為火控壞了，加上經驗不夠。船只是載具，真正的武器是艦上那60幾個人的判斷力。把這些放在一起，可以做出一個比較節制的判斷。台灣手上這條水下的線，價值不在於能擊沉幾艘船，而在於讓對方做任何跨海行動的計算時，必須把一個不確定項寫進去，而讓對方沒辦法給出確定答案。需要的不是戰績，只需要對方相信你可能在那裡。那這件事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什麼？不是台灣任何一份國防報告，不是美國任何一场兵推，是2026年8月中國官方電視台自己播出的節目裡，一艘10000噸氪金大艦的現任艦長在自己的檢討會上把那句話講了出來：防空反潛守不住，前出打擊就是送死。一支海軍最誠實的自我評估永遠出現在他自己的檢討會上。所以這份檢討對台灣的用法不是拿來自我安慰，是拿來當成一份已經被對手簽過名的需求清单。清单上有3行，第一行，海測按品質標準走完，不因為罰款壓力提前交船，一艘沒驗透的潛艦下海，賠上的是60多條命。
第二行，後續建預算不要年復1年，卡在解凍條件上，產線一旦斷掉，熟練的焊工、系統整合工程師、協力廠商都會散掉。第三行，人，船可以用14年造出來，一個能在真實水文條件下做決斷的艦長不行。3行都跳過，我們手上就只會多一艘展示品，旁邊還是站着2位火把阿公。最後回到那份檢討，他最冷的地方不在於對岸承認了什麼，而在於他根本不是寫給我們看的。他們把短板攤開來念一遍，是因為他們準備要補。我們把它轉發一整周，是因為我們覺得爽。那我們自己的那一份檢討呢，還卡在立法院，等海測結果出來再說。2位火把阿公繼續在碼頭邊站崗。至於水下那隻收租怪，他從來不管誰比較努力，誰比較委屈，他只認一件事：你在不在那裡，在，賬單就自動寄出去；不在，那份檢討就只是別人家的家務事，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。